见过我的三才阵吗？此阵是我耗费多年心血所改进，一招一式更是严丝合缝，不给对手留半分机会。苏沐雨，你很快便不能如方才那般自信。别费劲了，他们都长期服用了我穆家新调制的雀桐素，不知疼痛，只知听令进攻。母生，东南凯门，武痕，正北修门，武凤，四塔西海。我未用18剑阵，你便败了。你以为我只带了这3个人？桃花面是大吉啊！新阳，你来晚了。5个木家的鬼，外加1个木白，1个木青阳，看来只能背水一战。小神医，希望能为你拼出一条生路吧。欠下这阵，你可撑不了多时。妈的，书上活了个臭小子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哲叔来了，要不这样子嘛，我们2个联手，先杀了穆家这几个鬼，剩下来就是我们苏家自己的事了。哦哟，穆家这几个鬼里面还有个能打的呀！久闻哲叔大名，就算不能打，也要假装能打呀。哼！哎呀，这样子就难办了不？怎么样？愿与哲叔共同退敌。抱歉了，小木鱼。小神医，又见面了不？苏家苏泽，奉老爷子的命，来送小神医归西。归宗部，狗东西！你究竟是哪个？我是白鹤怀，药王谷的神医啊。你母亲可是姓温？你刚才使用的鬼宗步是我改良过的，普天之下我只教过他一回。是，那又如何？苏哲，你和白神医究竟是什么关系？
要你管啊？好，我不管。来啊，动手！都给老子滚！苏哲，你到底是哪边的？你母亲的名字可是叫温若锦，小名阿赫。是。那你是？我都还没来得及帮你起名字，贺怀是母亲给我取的名字，白鹤南飞，淮水相望。白鹤南飞，真是个好名字啊！你母亲在起名字这方面确实有天分，比如，狗东西。是啊，比如狗东西。原来他说的是真的。有没有受伤啊？苏哲，你竟敢与外族之人通婚！是有人子，违背族规，你和这个孽种都该死！批发，整个安河都开始霸道杀大家长了，你跟我这个讲屁的族规！老子在外面找了个漂亮女人成亲，生了个宝贝女儿，你就在这个喊我坏了族规，那你呢？霸道杀大家长，不给你个凌迟处死都亏了。你，哼！吴越啊，我没想到在这个碰到我的女儿，帮我忙。我想跟我的女儿讲句话，不想挨你打搅了。明白了。真是意外的重逢啊！要是站在这刻的是你的母亲就好了。女儿就不行了吗？女也好，要是老婆的话就更好了。老婆再好，你不还是一次都没有回来？我不回来那是为了你们好。我看过大家长的记忆了，他明明给了你自由。是啊，他撮合了我魁的身份，给了我自由。我满心欣喜地去了文家，但你的母亲还是患上了不治之症。你那个外公把我赶了出来，他跟我讲，我要是再靠近文家，靠近你一步，他就杀了我。当然，我是不怕他的，但是我后来想了想，我要是留到你的身边，确实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危险。狗东西！乖，狗东西是你母亲喊的，你啷子也要喊我声爹嘛？狗爹！啊，得，哎，狗爹也是爹。你还杀我不？哎呦，这不就是一场误会吗？你看，现在误会解开了。大哥，再敢靠近我女儿一步，一判生死。哲叔啊，你这变脸的速度也太快了。都是自家兄弟，讲什么见外的话？少主，他们两人似乎准备联手。既然他们苏家要打，我们便同他们打。难道我们还怕了他们不成？那苏哲可是当年苏家第一高手。我家那个小术士有句话你讲错了。什么话？我现在还是苏家最强的。这是什么邪术？穆家的鬼虚阵法，小心！魑魅魍魉也敢在我降魔法掌面前放肆！针还没起，就挨我破了。
哲叔，当年我们共抗魔教的时候，怎么没发现你有这么厉害？那个在我女面前肯定要卖力点了嘛，对付那些魔教又不给银子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哲叔还是留手了。哎呀，那两个小子还是有点本事的，给他们跑了。那我们接下来你们父女二人重逢，我是不是应该先避开会儿？不必，你就站在这儿吧，不然更尴尬。这个危难之际父女重逢，这种感应的情形，你就是我也没什好适应啊。那便边走边聊吧，时间紧迫，得快些回到筑巢中。好。已经解了，难道小神医又回来了？许久不见，大家长。阿哲。你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啊？是苏锦辉那小子派你来杀我的？多年前，我也曾为大家长拼死一搏过。如今再次重逢，大家长居然讲我是来杀你的。哎呀，真是让人伤心啊！难道不是吗？原本是的，但我那个女将啊，收了钱就要把你治好，我听她的。你女儿？药王谷温家，难怪。所以我还要感谢大家长，要是没得你来找，我还没得办法跟我那个女重逢呢。神医，不错不错，你这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，但切记，这几日不可以随意使用真气，否则就功亏一篑了。原来神医用移魂大法探究我的记忆，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父亲，也是为了解你身上的毒哦。我可没有骗你啊！你看，你现在也变回一个健康的人了。那咱们之前说好的钱，是不是也该？答应给神医的都会给的。我只是很好奇，神医是如何治好我的？我以移魂大法和大家长同感同知，所以便也体会了一把那雪落一枝梅的万蚁蚀身之痛。可在此期间呢，我发现人体700念穴之中有一处没有被雪落一枝梅的毒所侵染，那就是至阳之穴。所以我用银针将那雪落一枝梅的毒全部都逼到了至阳之穴中。然后你再刺一针，将这些毒都放了出来。放了出来，可没有那么简单。这毒按理来说是治不好的，只有一种办法，就是以命换命。以命换命，这就需要一个内力极其精湛之人，以手掌覆盖至阳穴，将那毒生生给吸出来，也就等同于将毒引至己身。那么问题便来了，在这诸巢之中，有谁愿意为了大家长以命换命呢？
还记得我们一同进入朱朝的那日，大家长原本连站都站不稳，却还要在他面前保持着一副正常的模样，不放松一丝一毫的警惕。可就是这么一个你不愿意在他面前放松警惕的阿克，最终却为你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大家长，你们之间有什么故事吗？大概就是曾经的2个好兄弟，一个成了至高无上的大家长，另一个呢，成了驼背丑陋的看门人。就是这样子的故事啊。他人现在在哪儿？他走了。罗叔，真的不等大家长醒来了吗？不了，醒来也不必相见了。我与他之间的纠葛，从此一笔勾销。这处朱朝，你也自行处理了吧。大家长若已无事，那么这处朱朝便应是要亡故的了。也好，那个小神医呀，是个不错的姑娘。没想到罗叔也有喜欢调侃别人的时候。哎呀，人总在临死的时候，才能够真正的看透自己，获得真正的解放。如今，我不是安和的人了，也不是穆家的穆可文，更不再是这处朱朝的看护者了。哎呀，没有了这些负担，我忽然觉得活在这个世间，好像又添了几分的滋味，又不再是那么的想死了。罗叔，啊，我听说过你和苏长河的故事，你们很像我和年轻时的名策。哦，穆名策，就是曾经大家长的名字。我希望你们2人之间的结局，可以和我们不一样。他说欠你的这一次已经还清了，你欠他的就等下辈子再说吧。他在人生余下的时间里不再是穆可文，也不属于安和，不必再见了。他已将你体内的毒素几乎全都吸走了，但还有些残余。我这几日服以针灸，便可全部清除。但切记，这几日千万不可妄动内力，恐使其复发。所以，接下来的事情，是不是跟我们就没得关系了？那就劳烦大家长给提魂殿写封信。我要走了，喊趟莫派营来追杀我哦。我曾经给过你机会，可你还是留了下来。有些选择是没有后悔的机会的。
哦，哎，不可妄用内力。哲叔，先容我和大家长聊聊，再做决定。你讲的对，你先聊。要是聊不通，我再来帮你收拾。那木野就希望哲叔不要替我收拾了。神医已医好了我身上的毒。墨玉，你完成了属于你自己的承诺，我会给你自由。你过来。当年在鬼窟渊外，我那一剑为你下了生死同之毒，7年之期将至，为我内力刻画。这是我们之间的契约。现在，我为你解毒。不必了，大家长。毒，多年前就已经解了。什么？18剑阵大成那日，剑气冲贯全身，竟意外将那生死瞳化去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我一直以为你愿意不顾性命的保护我，是因为那生死瞳的束缚。当年大家长于鬼窟渊外救我兄弟2人，这份情谊，便值得我拔剑守护在你身边。而成为魁的那一日，我也和12小一同立下过誓言。不是威逼，不引利诱，只是情义和责任。木雨认为，这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。谢谢。职责所在。不必再说职责所在，我更喜欢方才你说的那2个字：情义。暗河的炼炉教不出那2个字。这是我父亲教给我的。剑神卓雨落，他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我始终记得，当年父亲曾和我说过的话。他说：“行走世间，重情守诺乃是根本。若忘其意，便失去了握剑的资格。”重情守诺，就为这4个字，你誓死保护我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有的代价不行。什么代价？苏昌河，他不能死。墨玉，我已经老了，虽然身上的毒已经除去，但却也没有几年可活。这柄绵龙剑，你觉得应该交给谁呢？
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，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。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铁眉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铁眉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旗者，却
却没想到，也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墨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赵木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木、谢，你说他们三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了。你的谢影江，他们要来这开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绿营活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哲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
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香凝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恢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，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，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
你们的大家长可就死定了。雪落一枝梅，没错。你怎么做到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赌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：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圣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哼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玉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哪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强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。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
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，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奎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奎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李将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呐。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也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两家都配应来这开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派出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书曾经暗合第一高手，上一任奎大人。城郊废驿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，此线为界，还请二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？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啊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杀了你。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献？谢家的风舞一之刀，不错。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
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魁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迫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，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呢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为你破例。若我拒绝呢？我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。你跟他的情分，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没错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同样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长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三家铁了心要谋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，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二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河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
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长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令箭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梦月，你去做暗河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把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100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走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长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。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。17号，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安然的情绪，不舍的挣扎，漫漫长夜中，是你挣扎痛的憋气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哪里？如同宿命随波往，点缀着谁能趟破黑暗的河。哪里会有彼岸憧憬一生唯一天光心境颜色？战中被困离合，烈烈
情自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发生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划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那缕微柔彼岸，憧憬一生唯一点光，倾尽颜色。